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 系列冠名。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 系列独家冠名播出，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打开百事，助攻破案。本节目由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要当名侦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位侦探各自投票，若2次都投对，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上一集，在 M 城 Dream 律师事务所中，烟雾弥漫，众人纷纷晕倒在接待厅内，苏醒后全部失忆。这是什么地方啊？你谁啊？我不知道啊。这是哪儿啊？这哪儿啊？并且在反锁的办公室内，老板发现了 BOSS 真死在其中。凶手锁定在5人当中，分别是律所实习生何实习、萨实习、金实习、七实习和大实习。经过第1轮的推理，还有众多疑团未能解开。小6退出群聊。1个月前，2样工具究竟是什么作用？一喷即晕。为什么又要买这个酣睡的药？为什么又要买这个喷喷的晕？法的世界到底是谁？而这2个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我也不敢确定。各位嫌疑人的身份分别是谁？玩家们遭遇重重谜团。经过分析与讨论，5位嫌疑人的杀机尚不明晰。一个人戴上了这个防毒面具，度过了这10分钟，他在假装失忆。玩家们到底能否找到杀害 BOSS 真的真正凶手呢？首先，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很重视的一个点，说谁害了我。我觉得关键的点，现在死者是我妈。为什么会害死我妈？我们一直都忘了一个点 ，BOSS 真对真老公非常的不好。如果你是真老公的孩子，你会不会想要帮爸爸？法的世界为什么要在这一天杀人？因为这一天他们要把所有自己查到的关键的那些线索都交给 BOSS 真，所以他不能让这些线索被暴露，所以他把那些都放到回收站里了。对，所以他今天要杀人。是这样子的，我是按性格一个个排除的。首先我会排除掉2个女生，小4是拘禁，小5是诽谤。我先排除拘禁，因为小4他有躁郁症。如果他想要杀人的话，他不可能想那么详细的一切所有的计划。他性格就是，如果我要杀了你，我就冲，对吧？然后我再排除掉这个小2，因为你看他跟他妈妈对话，小2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他连作弊他都害怕，他怎么会设计出一长串这么样的一个机关去杀掉一个人呢？所以，就我这么一圈看下来，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的人是哥哥，因为首先哥哥知道他爸爸跟地导师有不可告人的关系，所以他是知道他爸爸根本不爱他妈妈的。我觉得3是谁？因为三合一双胞胎，但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3是谁。我觉得和萨是双胞胎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这是我想看见的，反正。但我又觉得应该是情侣里，情侣中的哪个人会可能性最大？我觉得是
2的作弊的事情的影响最大，就是从害的这个角度上，这个程度是最大的。明白。但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推的怎么样，主要是不知道每个人对应的是每个人。那一人投一个。行吧，主要是我不知道投谁都像是，哎呀，太难了。我投7吧。第2轮我们找更有力的证据劝服其他的人，这2票都不算什么。哦，好，加油，冲，加油！走。哇，好像一群保镖。走，去哪儿啊，侦探？我们跟着你。我们先去把黄色房间的那个打开。哦，对，是不是刚才有一个有密码的那个？因为我就是心心念念这玩意儿打不开。 2个密码锁，每个密码锁3个数字，410295。会不会是开我那个的箱子的密码？哎，410295。410295。这儿，这个，就是它。410295啊！来看。410295。我拿这个295。开了。295也开了。开了。这是线索。忙了1、2、3、4、5。对，就是那个拘禁案，非法拘禁案的车。是哎。谁的？大实习，我是蓝，我就说我是蓝。非法拘禁的是4号的小蓝。这应该可能是小4。非法拘禁的是小4，对，小4，小4就是大，大就是要做那个时尚买手的，爸爸不给他买包包那个。对他，就是我的爸爸全是喜欢豹纹，我喜欢家徒四壁的高级感。哎，你这个数字给他戴头上。对，小4。就是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箱子没有打开的？就像这种，我想用萨实习去打开我的密码箱。我们走，跟着何实习冲。白房间是我的。白房间是开了。哦，哇！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钥匙。哇！我这里有这么多，好多东西哟。第一个，这是啥呀？第1阶段考核排名，第1名是小1，第2名是小6。小6就是那个假实习，第3名小3，第4名小4，第5名小5，第6名小2。然后来第2，来，咱们刚才看一眼，这不第2阶段了吗？第2阶段。好，这是第2阶段考核。第1名小1，第2名小6，第3、第4、第5都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第3阶段排名，第1名小6，然后第4阶段，第1名小6。我因为是一个一直想当第1名的小孩儿，对吗？对，所以我坚持了2个阶段的第1名之后，还是被小6反超。是的，所以我把它圈出来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录取通知，D 计划每年招生名额固定6人，且只招收应届生，如报到日前已录取者，因故无法实习，则由其他考生根据成绩顺位替补。第2，D 计划严禁实习生迟到行为，一旦迟到立即除名。公布调查任务当天让你睡过报到时间，你果然被除名了，以后我就是第1。这里有一个你用过的药，叫睡得香，说明强力助眠香，非严重失眠者请勿使用。你让假实习睡过，你就会除名。那就是一旦迟到立即除名，他被除名了。对，就是要让他们不来。哎，发布调查任务当天是哪一天？调查任务是哪天发布的？ 2021年的1月
月11号，小六退出群聊。1月11号，那就是调查任务当天他被除名。1月11号他被除名，所以对了，发布调查任务当天嘛，对，所以他被除名了，让你睡过。那我来开这个箱子了哈，好不好？我打开了他的抽屉，他的调查结果找到了爆料帖中的照片拍摄者，谁？什么谁啊？也就是所谓的通通 mask 你的女朋友。这个人就是你啊！什么？你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就是小五。小五是谁？小五出现了。这就决定了你的女朋友是谁。这个将决定我的女朋友是谁。他拍到了一个女生戴了一个发卡，于是他就去找了这个专柜的店长说：“您所询问的这款水晶发卡确实是我们专柜售出的 M 城限量款。2022年1月，我们向 VIP 客户某实习出售了一个某实习。别了，谁？是谁呢？这个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娘。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这个专柜的店长。是的，某实习曾在我们专柜购买了这款钱包送人，根据顾客的要求，打印了一张赠送对象的照片作为礼品卡。这个实习生名字叫做祝贺大老师，金实习。我们怪不得有夫妻架。我居然猜对了！我居然猜对。来抱一把啊！真的，有4个真的一点都不关心。等一下，我是来到了真相，我是来到了非诚勿扰吗？不关心真相，开玩笑呀，全部都在找 CP。所以朋友们，这个是小二，然后我是他的双胞胎哥哥，我是小三，是小三。我猜对了吧？小三。哎，你这个数字给他戴头上。那个紫的房间里还有一个锁打不开。我房间里还有一个。是吗？你这个来。现在知道你是，他是5。哎，不是，这个房间你搜的是什么？谁的？这个哦，就是我自己本人小五通哭骂。那你就通过骂是吗？哦，对。后湖 MASK。我试一下。打不开嘞。那还有什么信息啊？发世界。不对，我知道了。什么？我知道了。金实习。哦。就是你的名字就是真，因为这是公司的柜子，所以就是有。哦，答题卡。这也是那个谁的妈妈哈？子的妈妈，你妈妈。哦，地导师改了他女儿的。他查到他把你的妈妈是小弟，对不对？地导师，你是地导师的女儿。对，我是。所以就是他把你的成绩跟贾石级的互换了。还有谁的没有解开？那个紫，走吧，我们去解紫色房间的。是这个没开吗？应该就是这个。是这个没开，是不是？小紫是2号。2号是七实习。开了。哇！来。哦，黑色的口红。这应该是我们 daddy 的，我们2个爸爸的衣服。哦。啊？对不对？它应该是有一个唇印在。有你妈妈的口红。有你妈妈的口红。我妈的。
爸，我知道了，小安老师拍了你出轨的证据。如果被妈妈知道，你一定会被赶出家门。我和弟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肯定也只能跟着你离开。没有了妈妈这个律政女王的庇护，我们再也不会有优越生活，也不可能进入 Dream 律师事务所，还会永远背负着出轨渣男儿子的名声。我不能让我们的生活被毁掉，我要尽快联系小安老师和实习。何时？就是你就是我是属于那个你是哥哥他的人，对，哥哥嘛，恐吓他的人。三嘛，对了。我们让这2个侦探更加清楚。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我们每个人做了什么。我们按照顺序来。对，我是1，他老考第1名，所以我为了让他考不了第1名，我就给他不停地发送那些恐怖邮件、恐怖面具、恐怖的东西，然后吓得他精神抑郁，想以此让他发挥失常，结果没想到他还是第1。好，第二是作弊案，就是把它换上来。而且你妈妈把这件事情栽赃给了他，那这件事情他是妈妈的恶行的得益者，所以最后算一定是算在他头上嘛。对。我做的事情是，我知道了好乖偷拍到我的父亲和地导师密会的证据，所以呢，我必须让他闭嘴，我恐吓他，让他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然我要他死得难看。啊，我是边边，非法拘禁。非法拘禁了他，对我跟他在停车场里跟他边边，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了小安老师的身份都是假的，欺骗了他假学历什么的，然后给他们当老师。对，我是知道了小安老师就是好乖，而且伪造学历。所以你俩知道的是同一件事儿，对，你俩的原因是同一件事儿。哦，等于说我们是情侣作案。对，我送了他一个钱包，然后栽赃是他那个偷的，然后发帖。做的挺多呀，女人不坏，男人不爱。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哪条线索会指向 BOSS 真？对，现在 BOSS 真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谁有杀人的动机？其实每个人都有杀人动机。因为法法的世界说，如果他知道我们害了儿子，对，因为今天你们要把调查报告全都交给甄律师。哦，今天是汇报的时候，对，这样其实我们的杀机是不能让我们伤害好乖这件事情浮出水面。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杀人。那我们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因为这个人作案的手法是，他首先第一点，他要准备相当多的道具，没错，这些道具包括有，比如说让我们所有人昏迷失忆，包括他有可能还要先让 BOSS 真晕倒，然后他才能让他任由摆布的做出一个假的自杀的这个嫌疑。同时，他要非常了解这个办公室的构造，没错，因为他要做出一个假的密室，让钥匙通过这个气球和这个橙汁的这种关系，把钥匙留在门内，然后门是反锁的。同时，这个人还要知道，他要知道顺序，不是，他还要知道好乖和 BOSS 真的关系。没错，对，假实习知道，还有谁知道？现在就是不知道还有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这个你最好记一下，根据数字，谁调查的谁的案件。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啊，凶手是不是要在自己这个案件被汇报之前，比如说我知道3是调查了我的案件，我得在他汇报之前要干掉他。或者是不，因为他为什么要买这个忘掉你们所有记忆的东西？他今天目标只有一个，要把我们所有人忘掉记忆之后，把那5份都消除，就扔到那个收回站里面。不在乎顺序，他不在乎顺序。对。我们先去现场把他的作案方法给找到，好不好？这是我今天最想破解的东西。防毒面具那个人肯定知道所有的事儿，对不对？问题就是找不出是谁搞的防毒面具。我先给大家找一下我说的那个特别大的。在这里，朋友们，这个 size 不是比它大1点半点，是真的 very big。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大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钥匙放进去啊。
他把钥匙放进去，然后把气球吹起来，然后把它绑上，然后用一个什么办法让气球爆掉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有一滩橙汁儿啊？哦，你看，他在那抹了橙汁儿。对。好棒，计时器！就是当气球飘到这儿的时候，朋友是这样，请大家注意，那有一个空调，一吹，哦，一吹过来，它只要一碰到这个橙汁一爆，钥匙掉出来，钥匙是在这附近吧？对，可以。不是因为是我杀的人，所以我知道橙汁在哪，是我真实的发现。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说，早上我就不说。哎，为什么你这么快把你的高光时刻变成了一种狡辩？而且这里正好有个底包，拍的他特别像坏人。这个上面是有这个橙汁的这个痕迹，有哦，不只是痕迹，你闻。很你闻，那就是对金实习这个机关做的非常好啊！不是，我们要哦，你这样弄一个气球来试一下，这不新鲜，我拿个新鲜的陈皮，有吗？在这儿，来，你们害怕的走远一点，害怕的走远，不用，你就拿着呀！我不敢拿我敢，来，新年嘛，是不是？听一听，放炮！新年快乐！10、9、8、7、6、5、4、3、2、1，干！啊，真有用啊！哇！原来说家里有气球的时候不能随便吃橘子啊！小心一点，真的要小心一点。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怎么样他能把这个门关上了之后，他又把这个气球放在这儿？因为你们听啊，这个门是只能这么锁的，它锁完了之后，它自己就出不去了。他的意思是，它是从外面锁。对，它是从外面锁的嘛。锁上以后再把钥匙放进来。怎么放进来的呢？就是把气球怎么弄进来？对，怎么把气球？这里有门和窗，有什么建筑示意图吗？这是个窗吗？没有，它可以在门缝里吹啊，它可以把气球从门底下穿上，然后在这里吹在里面胀起来。哎，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凶手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们试一下，把一个气球片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是我猜的。哎，还有那个，这有气球，还有没有？有，这有大气球，找到了，来，把钥匙给我。这个就是这个气球，氦气，来，我们把门关上。哎，先把门关上，先锁门上。先用气球夹住，对，先用气球夹住，然后把钥匙伸进去，对，伸进去以后，然后灌气儿，对，哎，再往里凑一个，我听点，哎，这非常高啊，朋友们，这空间特别大。哇，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完全可行。是可以呀，但是这个一个人能完成这件事吗？可以。没有，关键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个线啊绑在什么位置？线在这边绑好呀。我知道，所以它如果是管道的话，冲进去，它在门口，它在门口这么绑嘛。绑完了之后塞进去，因为氦气它就会往上冲到这儿之后，它就钥匙带着它嘟，你看。嘟到这儿往上，是可以的，提升，一定是可以的。哇，这么难的，没想到被我们一下子就，不愧是你啊！不是，我觉得那个橙汁的发现是天才的，真的是天才的。你这个表情需要他来，你看，我觉得这个橙汁的发现是天才的。哦，你这样，你男朋友真的很开心。我能吃苦，我是一个能吃苦的男人，好吗？可以。来，找找。看看上面，你拉出来的那个时候底下，屁股底下有没有？哎，这有一个手机，哪儿呢？抽屉下边。
好，下边找到了，找着了。boss 真的手机密码，好乖，好乖。不是，对，没有了妈妈这个律政女王的庇护。律政女王，律政女王是谁？陈天律政。律政女王。哇，这个视频有视频片吗？真老公，你做那些事儿我全都知道了。当年要不是你从中挑拨，我不会因为误会好老公跟他离婚，还把他跟好乖扫地出门。这么多年以来不闻不问，好老公病重而死，我也不知道，是连好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是连好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好乖好巧这对双胞胎兄弟也不会从小分离，都怪我当年被你的花言巧语蒙蔽，带着弟弟好巧跟你结婚。我原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对3个孩子一视同仁，才没有嫌弃你的出身。没想到好巧那么小的时候跟我决裂，出国读书再也不肯回来的事儿，竟然也是你从中作梗。你这个伪君子，这几天就收拾东西滚出我的家吧。是连好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好乖好巧这对双胞胎兄弟也不会从小分离。好乖死了是吗？好乖死了，所以他就是有双胞胎。不是，他说连好乖最后一面到底是指着这孩子走了，还是这孩子死了？好老公死了，好乖也说最后一面也没见到，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就是死了呀。病重而死，我也不知道，是连好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这个是不是后面有东西啊？朋友们，朋友们，这里来了一个，好，哇！夫妻2人结婚10年，女子突然要求离婚，因丈夫婚前承诺负责做饭，婚后只会烧白开水。啊，不是，这个是关键，这个是关键。这个是关键，这个是关键。我知道，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流浪汉老实专栏，20岁年轻人自家公寓跳楼自杀，留下遗书称太累了，与世界告别。2020年2月10日，就是1年前，这人好可能吗？晚上10点左右，有一年轻人在自家公寓跳楼自杀。经调查，该死者名叫好乖，才20多岁。还发现了他的遗书，遗书中写道：“我太累了，再见了这个世界。”2月10号，就是成绩发布的那复核的那天吧，是取消他被除名。遗书中写道：“我太累了，再见了这个世界。”为了让他考不了第1名，我就给他不停地发送那些什么恐怖面具。而且你妈妈把这件事情栽赃给了他，我恐吓他，让他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然我要他死的难看。非法拘禁了他，对，我跟他在停车场里跟他被。我送了他一个钱包，然后栽赃是他那个偷的，然后发帖。好乖，因为所有这些事情，他不堪其扰。就是所有人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可能知道了好乖的死跟自己有关系。现在我们说的不只是那么简单了。对。但我们要知道那个 VVIP 是谁，因为后续都是 VVIP 肯定是好巧，因为2月10号的时候，好乖已经离世，他的弟弟从国外回来，就是来帮自己的哥哥报仇的。其实好乖他在2020年2月10号就已经跳楼自杀了。对，所以20年2月10号之后所有的事儿都是好巧。因为我们失去记忆了，所以我们并不记得好乖已经去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在一本正经的以为 VVIP 就是好乖本人。但事实上，我一直觉得好乖很奇怪，他怎么可能是 VVIP？
因为他的家境其实很不好，而且他一个人打很多份工，以他的财力他是没有办法成为 VVIP 的。而这个 VVIP 他用匿名的方式发邮件来找BOSS 真来查所有事情，其实他就是在国外可能活得还可以的好巧。没错，他回过来帮自己的哥哥报仇，没错，来查所有的事情。我们知道好乖是长这个样子，但是我没有看过假实习长什么样子，所以他肯定是好巧。所以假实习跟好巧没关系是吗？假实习早就走了，他在1个月以前他就退出群聊了。他只是可能醒来的时候，他被凶手挂上了这个牌儿。凶手想要混淆我们，给他挂上了假实习这个牌儿。请注意，我们所有人的牌上面都是没有照片的。不是，我是在考虑。凶手为什么要把假实习的牌子挂到他身上？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茶水间的那个茶水机，一定要有工牌刷了才能喝水。你的工牌，我们去开一下那个，开一下这个。Top view。这个要用你的开。核实习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那个绿色的是假实习的办公室嘛。对啊。所以假实习的工牌是在假实习的办公室里的。嗯。你要喝水，所以你就拿了他的工牌去刷。对，如果我要喝水的话，我就拿着他的工牌去刷。所以你才会捡起假的。没错。我觉得我们要打开他的那个房间的这个密码。这里有2个盒子没开，这是假实习的办公室，有这个盒子是5个字母的密码。这个包包是4个字母的密码，4个英文字母。假实习4个，假实习，试试乖。哎，可是第2个没有 U， 应该试试巧。那就是巧。试试巧。七摇巧，对不对？开了，好了。巧开了。2台手机。密码，我一定会实现梦想的。我一定会实现梦想。这是哥哥的，对，这是好乖的。我觉得跟这个梦想应该有关系。Offer，梦想就是，哦，那个 dream offer。Dream offer， 不会是侦探呐。仅自己可见的芒果博。2020年1月1日，最近已经连续5个月收到恐怖的包裹了。究竟是谁做的呢？我明明谁也没有得罪啊。Sorry， 是我。5天前考 D 计划的时候，我远远看到监考的老师涂着黑色口红，这不就是那天我看到跟我后爸在一起的女人吗？考试后，我好奇偷偷地跟了上去看了看，发现她竟然是 D 导师。我思考了很多天，还是决定要干涉这件事情。我不忍心直接告诉妈妈，只能警告这个花心的后爸收敛一点。我知道我伪造学历做家教不对，但是用暴力手段欺负人也一定不对。3天前我被欺负的时候，我用手机拍了他欺负我的画面，录下了音频。后来手机被他拿走了，直到今天才偷偷从家拿回来。我也想过举报他，但这样一来，可能因为品行不端失去D所实习的机会，这会影响他的未来吧。你看他，算了，对你就警告他一下吧。今天我被 D 计划成绩复合组约谈了，我明明根本没有碰试卷带，最后却被定罪作弊除名了。晚上回家后也还被奇怪的人跟踪了。我不会就此妥协，我一定会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相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这也是我们律师存在的意义。我一定会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相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这也是我们律师存在的意义。他并没有想要自杀，他没有想要自杀。对。但是老实人他的信息是可靠的，那是公认信息。好乖，我知道妈妈做的事情了，对不起，但我只能选择隐瞒。法法的世界是好巧。啊？好乖，我知道妈妈做的事情了，对不起，但我只能选择隐瞒。好乖，我知道妈妈做的事情了。不对，还有一种可能是小二。
是地导师的女儿。对，我是。所以对，就是他把你的成绩跟贾士奇的互换了。互换了。对。所以小法法的世界是地导师的女儿。这里有一个我跟小乖的那个聊天的记录。小乖给我发，小巧，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一家人的事实。我跟爸爸的生活虽然拮据，但也非常快乐，你不要为我担心。然后我给他们说，好的，你和爸爸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然后他跟我说，今天我又看到了妈妈胜诉的报道，她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伸张正义的样子真的太帅了。我也要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正直又厉害的律师。我一定会努力考上地计划，进入地所，到时候妈妈一定对我刮目相看。这是2012年，这是8年前，就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不知道。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哥哥加油，我相信你，反正就是鼓励他们的话。弟弟，你别这么说，妈妈只是忙着去保护更多更需要被保护的人了。小巧说，今天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以后我再也不想跟她每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了，我要听继父的建议，出国读书了。继父，弟弟，你不要太冲动，出国读书应该是去长见识的，可不是赌气啊。好，这是6年之后才有第一次的联系。弟弟，我考上地计划了，而且还是第1名，太好了，哥哥，我就知道你能做到。哥哥，你都好久没跟我联系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哦，就从8月1号的时候就失联了。不是，中间2月1号以后失联，因为哥哥在2月10号就已经跳楼自杀了。对，说的是自杀，2月10号已经走了，然后你不知道，所以你8月1号才想起说半年了，怎么哥哥都没消息？对，哥哥，没想到我出国的那一刻竟成了永别，我绝不相信那么阳光积极的你会自杀。还好你的习惯都没有变，你习惯什么东西都不扔。在你家里，我看到了那么多恐怖的包裹箱，你一定被人威胁了。你桌上有一封信，说你因为作弊被地计划除名。你这么正直优秀，怎么可能会作弊？一定是被冤枉了。你还习惯把所有的手机文件都同步到电脑上，在你的电脑里，我看到了你被诽谤的论坛帖子，看到了你被欺负的画面和音频文件，看到了你拍的跟踪你的人的照片，看到了你被人威胁的邮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独自遭遇这一切的，但是我一定会查明真相。虽然我很讨厌咱们那个妈，但是不得不说，地所的业务是最优秀的。我想妈妈现在一门心思都在她的新家上，可能不会管哥哥你的事情，所以我打算把这些证据中提到你的信息都模糊掉，我再以 VVIP 的身份去委托地所调查。但是真豹子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 VVIP 身份很特殊的？他说是有点奇怪。对，他说的这个身份特殊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让你做一些特殊的接待。我觉得他应该是感觉到了这个案子跟自己的死去的儿子有关系。虽然他把所有的信息都mute去了，但是所有的东西指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这里还有一。夹层，我在这里发现一个夹层啊！哦，这里有个夹层哎，居然会有夹层！哎呀，里面有一个报纸，撕了一块啊。2020顶尖律所 Dream 律师事务所地计划入选名单新鲜出炉，第1名，好乖。地计划只招应届生，我孩子贾实习错过了这次，就永远错过 Dream offer 了。其他考进地计划的孩子进进出出都有不少人跟随。而好乖，你是孤身一人，又跟贾实习是好朋友。阿姨本想着那晚在你家偷偷求你退出地计划，这样第7名的贾实习就可以入选了。但没想到我冲动之下竟把你误杀了。是贾实习的妈妈吗？事后阿姨只能把现场伪装成是你自杀，往后余生我会在内疚中活着的。哦，天哪！贾实习的妈妈把好乖推下去。那所以刚才那条短信说，我知道妈妈对你做出的伤害，法法的世界不一定是2啊。做过坏事的一个是贾实习的妈妈，一个是2的妈妈，就是法法的世界也有可能是贾实习了。
那我来开这个箱子了哈，5个字的字母，我试试看法法。法法的世界 J。啊。哦，来金条 USB， 这里有电脑，直接拿这个看，这有。手机恢复软件。手机恢复软件，数据线。难怪这个线是让我们恢复哪一部手机用的。恢复哪一部手机？这个手机它里面的所有信息完全被损坏。哦，那个烂的电话。哦，法法的世界的手机在那个缝里边。吓我一跳。令人心梗的 offer。这。哇。我们打开它这个坏的手机。首先看第一个备忘录，哦，他的计划进 BOSS 真办公室，灭口，检查汇报文件，因加密无法查看，只能删除。为了防止有人调查到好乖的死因，只能让所有人失忆，这样他们就会忘记曾经调查过的一切。BOSS 真已死，这些人也没有继续调查好乖之死的动力，所以以后我和妈妈就安全了。哇！好，这是一个芒果婆 ，BOSS 真在昨天的下午6点说，明天就是除夕了，整个地所只有我和今年 D 计划的5位实习生还奋斗在工作岗位上。明天是他们实习的最后一天，明天晚上9点开始，他们就要一个一个的来到我的办公室进行1对1的实习项目汇报。到底谁能够拿到今年的 Dream Offer 呢？我已经开始期待了。注意这个顺序。好，来了，顺序来了。他的顺序应该在他的那个照片里，会不会？仔细看一下他的照片。后面好多气球。没东西了。还有聊天记录，聊天用户433是跟他聊天的对象。Hello， 今天下午去汽车影院重刷《哈利波特》1至8部跨年啊。我上次跟你说的调查的事情，今晚就要去给 BOSS 真做实习汇报了，所以我的时间估计只能看1部。那好呗，1部就1部吧，我去买票。好，下午我开车去接你吧。OK， 下午见。是他跟谁啊？好，打车订单，他今天的10点15分从 Dream 律师事务所要去汽车影院，但他已取消。汽车影院？不对，他是晚上10点15分的时候，案件已经发生了嘛？他原本是想约一个车然后走，但是没有走。他晕了，就说明他。啊！朋友们，我们现在有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其中有人是假实习。他冒充了我们谁当中一个人的身份。哦。有个人开车去兼假实习，然后呢，假实习就把那个人给。对，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判断有可能。我们有一个8小时，酣睡10小时，10小时，是我们其中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的人，他现在就睡在车里了，对，没有来到这儿，对，是的。你有可能是假实习，我有可能是假实习，或者因为我们失去记忆之后，根本就不记得对方长什么样。整个地所只有假实习带着房租面积没有失忆，假实习在这假装其中一个人失忆，跟着大家在里边混。对，我们今天要找的是假实习。对。我可以1对1了。
走吧。走。 1对1审问，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我们先来理一下他做了什么。有一个人来接他，没错，他在车上给他做了8小时昏睡。对。然后这个人昏睡，于是呢，他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等着，因为他要等到轮到他的时候，他才能够去。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不能离开，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谁来了，谁没来。对。比如说，他去的时候，先用迷药迷晕 BOSS 针，然后呢，在我们大家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他关上门，伪造了这一切。对。本来你和保镖，你们俩都在绿色房间里面等着结果，然后他启动了机关，他自己戴上防毒面具，结果大家觉得不舒服了之后，都想往外跑。然后接待大厅是我们要出去的路，但是门锁堵死了，所以我们在10分钟之内，我们所有人都倒在了接待大厅。首先，我们能确认是被换掉的那个人肯定会开车。第一，他会开车；另外一个，他得有车。对，他得有车，而且会开车。然后呢，之前有去接他的习惯的是我，因为3说过我要去接你。但是呢，不排除其他人也有这个可能。我比较觉得萨不太可能。因为萨是给他吃了那个睡的香，让他迟到了，把他开除了的人。我觉得从人际关系上来讲，不管这个甲知不知道萨是对他做过这件事情的人，我觉得萨都不会跟他做朋友。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萨不可能去接他。对，没错，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就是找不到一个顺序，因为我比较不相信前3个里面会有，我觉得是后2个。如果凶手在前3个里面，前3个已经答过，他不可能冒他的名义。然后甲呢，就是在外面等着呢，他是等这个人做完汇报之后，他再把他弄出去，再让他睡，然后回来再搞这一切，等于他会多一道手续。明白，就是要把这个人弄出去。是的，我明明要在这个里面等 offer。我为什么出去跟你上车里被你迷晕呢？所以应该就是没有做汇报的2个人里面，对，其中有一个被他弄晕了。现在他假冒他的身份坐在我们中间。所以呢，现在就是要看谁更有可能去接他。那这个人现在就是贾世熙。了解。好嘞，叫谁？叫萨吧。你找到了吗？我们刚才啊就复盘了一下这个凶手啊，他不是2月10号的下午6点看到了死者发的那个芒果博，他知道第2天晚上9点要开始汇报了。没错，芒果博里不是有张照片，死者背后好多气球，所以他就开始定制这个杀人，定制他的杀人计划。6点钟看到芒果博以后，他用了大概4个小时，晚上10点做好了计划，开始出去买东西。把东西都买完，然后第2天的上午10点，他选了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去给他发信息，没错，说约他看《哈利波特》。是的。然后这个人他选的是谁？他为什么要选这个人？对，他要选这个人，一定要相对来讲要比较安全。没错。主要是在我们所有人失忆以后，他就可以用这个人的身份混在我们里面。没错。所以他会约谁？你从他的语气里，小6一定要约一个应该跟他关系不错的，在我们所里。在之前的聊天里，跟小6关系最好的是谁？3。而且之前有过一个说我开车去接你也是3吗？就是3。对。然后5找了6，5跟6关系也肯定好。下去还是得找到顺序。他必须是在后2个里边，也就是说前1、2、3，他不是已经都画上了吗？对，他可以先躲在办公室，但是当他要见到真 boss 的时候，他就掩盖不住自己的身份了，所以他一定是在第4个或者第5个。对，我觉得应该就是第4个，就是刚好说第3个结束了之后，第4个叫第4个去的时候。
所以这应该是个关键性证据。只要找到今天面试的顺序，谁是第4个出场，那就 OK 了。顺序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呢？叫金实习吧。有什么新发现吗？你有什么想法吗？凶手肯定不是我。你有什么办法？自证是吗？我没有什么办法，我只能用我的状态。因为如果要我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失忆，而只有我一个人记得所有事情的真相，我没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你和7实习肯定是女生，对不对？甲实习无论代替谁也代替不了你们2个。甲实习不知道是男是女啊，没有说肯定这个甲实习是男生啊。也是哈。而且确实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显示孩子，我觉得就是没有说可以把女生排除掉的。对，我觉得你们也有可能，万一是一个女生约你们出来，你们也会出来。对啊。然后3还是去接6。对啊。3是唯一一个单身的人，他去接6，可能3就是喜欢6哦。我真的现在越想，我越觉得甲是一个女生。你想吗？为什么突然？5问6在干嘛？5问6为什么不说话？一般就是闺蜜之间，对不对？那也不一定啊，万一是一个就是很 nice 的女生，她就是会照顾到群里每个人。首先，第一，2个女生可不可能？我觉得也可能。也不是不可能。假实习如果是女的，那女生陪另外一个女生去看就合适了，非常合理啊。哎，现在重点是，她必须得跟她替换的人性别一样。为什么呢？不一定吧？为什么呢？不一定。大家都失忆以后，谁管谁什么性别？不是，你不管怎么样是她做的呀。就是如果是她替换了7实习，她得是个女的呀。现在我们没法确定假实习是男是女。不是，能确定是男生了吗？我的意思是，假实习是女的也有可能。如果是她干的话，那她不就是假实习本人吗？对啊，我是说这个逻辑。对，所以说现在没法排除女生。对呀。7实习，我去了。你有什么想法？首先是我们有一个聊天用户433，在跟这个他想要迷惑的这个人发短信，把他约出去看1到8部的《哈利波特》。首先，他约这个人，他是有目的指向性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对《哈利波特》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是不是约不出去？妙啊！哈利波特这个点，我们没有从任何房间找到任何线索，对不对？我觉得如果能查，还可以再看一下。是。然后另外，我们觉得这个凶手，他不是要故意栽赃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他只是想要完美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之后，伪装成真 boss 是自杀，然后他回去造就一个不在场的证明。因为他跟他一直在一起看电影。对，他的本来想法就是他醒来之后去开门，然后就走了，但没想到是门开不开了。对，这也是他自己没有意想到的。所以你只能困在里面，然后跟大家一起演这样。Right， 没错。好，那请把大老师叫进来。谢谢。嘿，兄弟，好久不见。咱们现在总在怀疑男孩，其实也有可能是女孩，我们觉得。对，因为女孩约女孩去看电影这件事也很正常。对啊，如果6是女生的话，女生约女生肯定不奇怪嘛。对，所以6约2不奇怪，6约5也不奇怪。那如果6是男生的话，3、4，最后只又排除了一个，2、3、4、5。我觉得光推算还是要去找，走吧，就必须得去找。好，他就剩那一点东西，找着了就行了。抽。好，朋友们，还原一下作案的过程，好不好？好。首先下午的时候，约朋友，假装要去看电影，
朋友去接了他，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下药把朋友给弄晕倒了，用朋友的名义来到了现场，然后进到了朋友的办公室里面一直躲着。然后前3个都过去了，第4个可能是朋友，轮到朋友了，他就是这个时候掏保镖来叫他了，因为保镖是第一天来，他谁都不认识。掏保镖并不认识实习生谁是谁，没错，他就敲开了这个门，叫了这屋里的人，于是贾实习就非常大方的来到了 BOSS 真的房间，用一喷击晕把他弄晕了。没错，杀害了我们的 BOSS 真，然后呢布置了现场，之后呢就放了失忆气体。他本来的想法是打算放完了10分钟之后就赶紧出去，但没想到因为气体的释放导致门无法开了，所以才留下来被迫跟我们一起演这场戏。对的。他原来的计划是大家失忆了之后，他就大大方方回到汽车影院，对，等他约的这个朋友，也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儿他假冒的那个人本体醒来之后，他就说你怎么搞的？你说看一部，结果你睡这么久，你看你都错过汇报了，不过我也睡着了。没错。于是这个房间里面发生的自杀案就与他们俩无关了，甚至他们2个彼此还能有个不在场证明，完美，天衣无缝。凶手为什么要让大家失忆？凶手的计划里是这么说的：为了防止有人调查到好乖的死因，只能让所有人失忆。因为真 boss 已经死了，他们就会忘记自己曾经接到过一个调查项目，是调查关于好乖的各种事情。好乖的死因以及这个人的存在就会永远被抹掉，这样他和他妈妈就安全了。他不打算让他骗去的那个朋友也失忆吗？所以他约的这个人是比较远离整个事件的，就是他记得的那些事情无伤大雅，或者说不是特别的严重。哦，有道理。说明这个人记的东西肯定不是严重的。还记得我们这么多人里面，有人记我是记得小安老师，对，有人记我记得是好乖。那记好乖的是严重的，记小安老师的是一般的。我想请侦探再写一下每个人干过什么。1号干的是骚扰，对他寄礼物。2号是作弊，我是恐吓，我是拘禁，5是诽谤。您在看谁调查了谁的事件吗？谁是调查我的？是我。就是4号调查的1号。谁调查了作弊？我调查的5号调查的。5号调查的作弊。1号调查的5诽谤。2到3。3调查的是4。对。他想要让他失忆的人，就是他必须要让知道好乖的人，没错。所以知道好乖的人，他们必须在这失忆。车里这个人，他就算不失忆，也跟好乖的事情无关，所以这个车上的人他肯定没有在调查好乖。对，谁跟好乖最有直接关系？请注意，是前面那个数字，是调查的那个人，不是做这个事儿的人。4在调查1，他肯定知道好乖被骚扰的事情吧？收件人叫好乖。5调查2，那5也肯定知道好乖被污蔑作弊的事情吧？好乖对作弊行为供认不讳。然后1，他肯定知道好乖被诽谤的事情吧？对。那是我们店里的服务员，好乖。所以最有关系的4、5跟1。对。那只有2个人没有在调查好乖的事情啊，恐吓不是好乖的事情，拘禁也不是好乖的事情，这2个都是小安老师的事情。就2和3嘛？对，就2和3嘛。
那就是凶手是在这种人当中？不是，是的，就是被换掉的人肯定是在你们这种人里面。请注意，就算他知道这些事情，他的调查结果导致的就是确实有人对他做过坏事，然后好乖不堪压力自杀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造成好乖的心理压力，没有一个人查到说有人推了他，你知道吗？所以他不担心。其实这些人失不失忆，他不担心。谁在查跟踪这件事情？因为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导向他的死亡。对，他的死因是他妈妈跟踪他，然后发生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让我们所有人都失忆呢？他失忆的是怕跟踪这件事情，因为他不知道谁拿了跟踪。可没有人在调查跟踪这，他不知道啊，他就怕万一呢？对呀，你了解了吗？他不知道，所以跟他说的那个人，不管他是说的是好乖的事情，还是小安老师的事情，他都不怕。他其实要看的是谁在查跟踪这件事情，而当他只知道我的这个朋友查的不是这个，那他记得什么没关系。但剩下人，只要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记得跟踪这件事情，你都得失忆。现在是说贾实习是怎么知道小安老师和好乖是同一个人？好乖是同一个人。因为目前的话有2个途径可能知道，一个是他的实习生朋友通过调查知道这2个人同一个人之后告诉他了，这指向2个人4跟5。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他自己的妈妈，因为他的妈妈跟踪过好乖，有可能发现小安老师和好乖是同一个人。明白了。还有一个点，约看电影这个事儿，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这里边我们俩是一对儿，他们俩是一对儿，对，你是单令儿的啊。如果贾实习是一个男生，那么肯定是在我们3个当中约，因为他一定要替换一个同性别的人，对吧？因为现在性别都对得上。对，所以如果是一个男生要约，一定约我们仨。如果是一个女生约女生，2个女孩在汽车电影院看一部电影，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我们俩刚刚也觉得是女生的可能性会大一点，有点像，因为对之前的聊天来看嘛，在群里的聊天记录，5号突然问6号，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了？小6没说话。对。然后呢，3号作为我们唯一的一个单身的男士，你又说我去接你吧，要去接他，发出了邀请。对呀，你有个弟弟你不接，你要去接一个6号，为什么呢？我觉得4也有可能。4说到我们家去做客呀，我觉得就是说明大家其实关系都还不错。那肯定的，我们家1000多平呢。喜迎8房客，他同时办7、8个聚会，你以为就我们这一桌？哈利波特，我觉得是不是咱们都忽略这件事？对，哈利波特很重要。我刚才看了所有人的屋，只有一个人的屋里有哈利波特。谁？就是白的屋，白的那个手办里有一个是哈利波特。哦，这有哈利波特。刚才说了这个人的特点，一个就是他会跟贾去看电影，另外一点呢，他还是比较相对来说上进心没那么强的。哎，对，要不然他会时刻准备着。他会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汇报之前，去跟一个已经在整个调查当中 out 的人去看一场电影。那要不然每个人都说一下大家各自怀疑的人吧，或者每个人发表一下最后的观点。先说。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所有的推论，有车也好，单身也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谁知道小安啊什么什么的，3号是最明显的。但因为所有的推论都指向他，就是到这一轮就完全可以锁定一个人了。我觉得这个，但我又知道我不是。所以3个男生里面，那就只有4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有一点点隐隐约约的预感，
假实习是个女生。女生约男生看电影不太可能，因为她性别要一致。女生约女生看电影是完全有可能，而且约一个跟自己关系好的，恰好在这2个女生当中确实有一个关系跟她还不错。以萨的逻辑来讲，如果是女生，首先我知道我不是，因为我不会向任何人说我的案件，因为涉及到我妈的作弊案，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案件细节。我补充一点啊，2号的2个案子都跟他自己的妈妈有关系，不管他自己做的作弊案，还是他正在查的这个，都跟他妈妈有关系。一个私情，一个给帮女儿作弊，所以不太会。所以这2个事儿他是不太愿意往外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所以我排除了我之后，如果是女生，只有5号有可能。那但是，我又有一丝丝怀疑4号，就是抿状态感觉到的。就是没有实锤啊！新年新气象，这是我的新气象，好吧？就是抿了一下状态。我的感觉跟前面2位的分析有一点点像。那萨萨呢，是他房间里面有一个哈利波特的小的玩偶，所以呢，我有一点点怀疑萨，有一点点怀疑金。我同意和实习，对，而且就是说，因为之前还有2个说有车这个证据，就是感觉一直在指向只有我跟何实习有车，但是这种我觉得都是烟雾弹，而且这里也没有证明说谁不会开车。我哥哥的车我能用，你的车你女朋友也能用。对，车这个事儿着重提出来，其实也就好像是烟雾弹，但是我觉得哈利波特呢可能会成为一个最终咱们没有搜到的一个关键性证据。我也是怀疑1、4。前面的逻辑大家已经说的很多，没有人说4的逻辑好吗？有你4的逻辑。你给我说一遍我的逻辑是什么？他怀疑的，2怀疑的。我抿了一下，他是用我的状态，因为我也抿出你的状态。你不了解我。我想替2位侦探给我们一点方向。就我有一个思路，就是会不会凶手在选择那个人的时候，除了要选择跟他关系好不好，然后或者调查案件是什么以外，会不会考虑这个人的办公室的位置？怎么说？就是保证他在动手的时候不容易被其他人看到。那就是绿跟紫。绿是他们2个在屋里。对呀，他躲在那儿的不是吗？紫是谁的房间？是我的。离死者最近的屋里是你和他。是的。所以他无论走哪个屋，他都要经过有2个人的那个屋。你们俩一直都在，你们都没发现，别人就更不会发现了。其实文涛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关键，就是我们到现在有没有想出来，他选人不是随随便便选一个，他的逻辑方式啊，对，这个人他一定要同时具备几个条件。我们刚才说，第一个熟，约得出来；第2个，确实他从他嘴里知道了案件的什么东西。对，说你还记得我前2天跟你说那个调查的事儿吗？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汇报。主要这些条件大家都符合，除了7实习以外。7是不愿意往外说的，而且7跟他的关系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那么好过。剩下的4个人想要符合的话，都可以符合。那就有3搜的人，我们就要看能不能搜出一些关键性的证据。我估计现在就剩1个关键性证据，就是顺序。那投票，加油，走。其实最后我们盘出来的逻辑就是假实习代替了这5个人中的其中1个人身在其中。我认为凶手在挑选这个替换身份的对象的时候，应该不太会去选择死者的
儿子去留下所有的记忆，应该只剩下大和金。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大实习的，所以这一票我投给大实习。完美投票。金实习、夏实习、何实习、大实习，那我就投大实习。我的理由是，对他没有感觉，他不是我的男友。我对你不来电。7并不能够跟我们的6掏心窝子，所以他应该不会最终说那个。何呢，是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所以说我觉得何也不对。现在就是我觉得萨跟金是我最怀疑的。我一直在说哈利波特，但是我觉得哈利波特好像就是重点，因为能成为好朋友，能够在一起约着看电影，说明他们有共同爱好。我唯一后边看见的就是萨的地方有一个哈利波特的小人儿，我现在只能投萨了。我要相信我自己，走，我就投萨了。萨实习，别实也是一种直觉。先来缩缩圈儿，假实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呢？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站在一个阵营里面去做选择。回忆一下，当时金实习对于小六说了一句话，说：“小六，你怎么不说话呀？”如果在群里面男朋友在的情况下，会这么轻松快乐的问一句，应该90%是同性。所以呢，假实习应该就是个女孩。我还是比较相信我之前的这个直觉，就是凶手应该是个女生。假实习，她跟所有的实习生当中，谁的关系比较好？当然，首先金实习跟她的关系看上去是不错的，感觉七实习跟假实习没那么近乎。这一票投给他。我这个真看当的，我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你了。来吧。明星角色扮演推理游戏《明星大侦探》第6季，心酸的 offer 中，究竟谁是杀害 BOSS 真的凶手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获得0票的就是金实习。Shaky，哦吼！旁边这个小青蛙过年了，哇，真棒！获得1票的玩家有何实习、萨实习。哪个投给我了？我天！剩余的7票就投我了。剩了7票，集中在7实习和大实习中，他们谁的票数
更高呢？票数更高的就是我。我对你不来电。开门。这一票投给他。大实习。就是你了。获得4票的七实习。真的假的？这不明显吗？请七实习进入铁炉。先关一下。大老师，你给我站在这儿。恭喜你呀！同一个大街小太累了。你站到这儿来。我在外边待着，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们马上随时替换。我是个局外人。七实习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接下来我宣布，各位检举。来交换，来交换。别在这演了。成功！成功！耶！成功！耶！假实习应该就是个女孩，那么今天就要在金实习和七实习当中投了。如果说整个的事情是刚刚接到这个调查取证的课题，两个小姐妹就已经分享这些事情的话，那么其实七实习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他要调查之前，他并不知道他们恐吓的内容是自己的母亲。顶楼大叔他也不知道就是真老公这个人。他如果就把这个跟假实习分享的话，是有可能的。那么假实习呢，他是好乖的好朋友，他知道好乖是真 boss 的儿子。他们作为好朋友，他也非常有可能看到过好乖的手机。当假实习听到七实习提到小安老师的时候，他就知道 boss 真集合了所有的实习生在查好乖的事情了，从而引起警觉。死者把实习生叫来进行汇报的顺序，怎么才是最合理的安排？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来讲，要用律师的思维去考虑这件事儿。当他发现5个案件全都是一个当事人，他一定会下意识地按照案件发生的顺序让人过来进行汇报，也便于他自己梳理。我最后就跟萨老师我们就在说，唯一能找的东西就是找我们的顺序，被我找到了。还好有3艘，那个纸条就是藏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纸条上面写着：按照5个案件中附件所提及的时间顺序进行汇报。那么相应的调查人应该是大实习、萨实习、何实习。第4个应该是。第4个案件就是恐吓，但我要找的人不是恐吓的那个人，而是调查恐吓的那个人。七实习，就是他，就是他，地导师的女儿，七实习。通过案件的先后顺序确认，这一票投给他。所以现在七实习本人还在电影院睡着呢，不知道《哈利波特》播到第几部了。我流泪了，太不容易了，我真的流泪了，太不容易了。我知道，我这次当完侦探之后，我下一期我决定我想当个死，我想当个死者，我想当个死。怎么最终就是你了？就是我呀，因为你有一直都是我呀。我想问一下，跟哈利波特到底有没有1毛钱关系？因为小1和小2是情侣的关系，所以在小1的空间找到的哈利波特，其实对他的女朋友和哥哥
都是有指向性的。哇，你是对的。哇，你声这么大，吓我一跳。然后那个，就我对了又能怎么样？我还是错了呀。对，哈利波特不是我买的，是别人送给我的。哦，你不知道？我哪知道？天哪，一直在演，一直在演，演得多辛苦！你要知道，我面对的是多么聪明的人。我不仅需要在录制的时候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我要在私下接触的时候也随时保持住这个状态，因为你们都太聪明了。你很棒，很棒，辛苦了！侦探太不容易了。请送上金条。每个人的金你一根，然后你没有投对，你投的大。大过年的没金条，有一点让我拿一下，让我们沾金。你投的谁啊？我投的蔡本牛，没事。我就谁有哈利波特我投谁，我就是支持哈利波特。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的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搜玩推理。感谢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打开百事助攻破案，感谢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明星侦探斗才智，游戏就玩神武4。感谢有端游有手游的快乐社交网游神武4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一口丝滑拿铁，谜团轻松破解。感谢开启愉悦探案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理清来龙去脉，博士无处不在。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看明星大侦探，玩百变大侦探，感谢社交推理两不误的百变大侦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暖暖39感冒灵破案推理不能停，感谢39感冒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口喉健康，信赖3金西瓜霜，感谢3金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帕克搜一搜，真相搜，感谢年轻人都在用的帕克智能搜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难忘今宵。好了，拜拜。我会联系你家人送一条秋裤过来给你，大冬天的。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感觉。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就放心了。这次的案件里面其实是关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机会，或者我们称作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也好，一个令人心动的 offer。我想呢，可能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讲了一些实习生们所谓就是如果能够拿到这个 offer， 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 offer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但是那个真正你心目当中那个 dream offer 对你来说，你的人生有这么重要吗？值得你付出如此代价去兑换吗？我觉得那不是的。我觉得人生有太多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什么叫成功？我觉得成功一定不是达到一个你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目标。真正的成功，我觉得是在你这漫长的一生当中，当你最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不会因为自己曾经说过的谎言而愧疚，你不会因为自己曾经为了竞争去伤害过的那些人而感到歉意，你不会因为要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去弥补之前犯下的错误而感到焦虑和慌张，能够坦然的、从容的去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成功。我觉得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是好的，因为竞争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能够让一个社会带着能量和动力，良性的
往前行。但是如果竞争变成恶性，用恶性的手段去达到竞争的目的，那本身就违背了竞争的原本的含义。我觉得成功有很多路，有的路呢叫做 easy way， 有的路呢叫做 right way。千万不要为了方便去走那些 easy way， 你以为你走到了捷径，但是那不是 right way。虽然我觉得 offer 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想要得到的一个东西，结果因为他们的行为变成了一个令人心酸甚至令我心碎的一个 offer， 我心里还是蛮难过的。我觉得 offer 只是一个表面上面的一个东西，更多的是你自己真实学到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因为所谓自个儿的梦想而变得最开始是不断的努力，当努力没有到达一定你的期望的时候，就开始不择手段。然后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些梦想的，每一个梦想都是伟大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所谓你认为的梦想都应该去完成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好多事情吧，就是要认命，但是不认输就可以了。然后因为有些事情你做不到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我可能就是做不到了，那就算了。但是呢，我要一直努力。如果一个梦想是你一生在追逐的一个目标，你用一生去完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健康的追逐。如果就是它有一个限期，它必须得是哪天这个梦就必须实现，我没有实现这梦就碎了。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让人做出很不理智的事情。并不是说任何一个 offer 你拿到手里之后，你就真的可以得到那么令人心动的生活。offer 和生活是两回事儿。如果你通过一个不好的手段拿到了一个 offer， 其实你就毁掉了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案件里面做了一些错误选择的人，都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通过就是自己的努力和正常的方式和对的方式和合法合理的方式来得到机会。不然的话，就算你得到了改变的可能性，你的生活其实已经被你自己犯的错误毁掉了。有一些人会把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当成职场的潜规则，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把这种所谓的资源当成自己的软实力。不管是对于企业、对于用人单位，还是对求职者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害。这种不正当的竞争阻碍了企业把最优秀的人才招聘到企业里，这对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其次，我们要想的是，如果你凭关系进入到企业里，就真的意味着成功吗？企业追求的是价值，如果你没有真才实学，进入到企业中，最终也会被淘汰。我非常理解父母的出发点，10几年培养帮助了孩子完成学业，如今呢过渡到了事业的这个关键节点上。那再加上这一代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关心啊，其实是非常夸张的，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如果硬通过关系把孩子送到工作岗位，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保护吗？在工作中啊，其实要遇到的挑战很多，他们需要参与公平竞争，需要经历挫折教育，甚至还需要经历一些失败，这样才可以培养孩子的逆商。越早经历这些，孩子的试错成本就越低。如果靠关系进入到公司，迟早会遇到一些父母无法解决、靠关系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后果可能会更糟糕，也会影响孩子跟其他同事的关系，很容易被打上关系户的标签。即使有真本事，在职场中也非常容易受到歧视。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定要知道自己一辈子最重要的实力是什么，人生路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会发现，当下的捷径很有可能是歧途。对于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同学，一定要知道这并非社会的全貌，只是我们恰巧遇到了而已。中国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求职市场，只要你有真才实学，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机会。如果真的在面试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要敢于维权。第一，你可以向你的学校辅导员反馈，大多数情况下学校都会保护我们的利益。第二，通过媒体或者自媒体的渠道去曝光这些现象。第三，情况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
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感谢特别合作：智行、达达快送、有道词典、一代驾、映客、好看视频、WiFi 万能钥匙、闪萌、搜狗输入法。网媒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生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